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一个运动游戏爱好者，那么我相信你就算没玩过，那也肯定听说过沙滩排球的大名。虽然这已经是款老游戏系列了，而且还是素材，但丝毫不影响此系列在老色批们心中的地位以及在江湖上的传说。就比如秘密的沐浴时间，听着就很让人心潮澎湃啊，有一种让我忍不住下单的冲动呢。而最近其新作维纳斯的璀璨假期发售了，但却被骂惨了。作为一名有点逆反心理的玩家，你不骂还好，但凡被骂我都会不信邪的去买来吃一口呢。先说结论，确实该骂。首先咱们先玩说法，其实我感觉这游戏就没什么玩法。什么？你问教练能不能打排球？做什么梦啊，这是一款拍照模拟器啦。设定上咱们玩家依旧是老身份，是一名岛主。因为本作并非打排球，所以我本以为会有更多的经营类玩法，结果后续却告诉我，经营你也不用管。那咱们是来干嘛的？参加选美比赛的。当然啊，选美比赛肯定不是咱们上去直接选美啊，而是类似于经纪人一样推手下的女主们去参加。那么我应该做点什么吸引和招募女艺人来做维纳斯呢？就比如提升队伍排名之类的。很遗憾，也不用。他们会跟着魔似的一个个跑到岛上来加入你的专业团队，就一点成就感也没有啊。这里还要吐槽一点啊，不知道为啥女角色们全都不认识岛主，上岛一个跟你自我介绍一次。按理来说，咱们玩家与这些女角色应该都是老夫老妻了，虽然很有可能是因为本作的设定与前作系列属于平行宇宙，但还是给我一种隐隐被 NTR 的感觉。而当他们成为你团队的维纳斯之后，你也不需要对他们进行培训啊，乱七八糟的，你就拍照就完了，然后等到结算时按照需求将照片上交，然后等评分。总之这一套玩法非常枯燥，甚至可以说是聊胜于无，你完全感受不到一点点的互动性。唯一的乐趣就是你可以调整角度和焦距，从而拍一些比较大的照片，而且当你按下快门的那一刻，还能听到女角色们骂你亨泰的声线。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拍照系统的评分很迷，有时候玩家觉得很完美的照片，系统却给你一个10分低的分数，但有时候一些毫无美感但仅仅只是满足了拍摄条件就能直接高分，也让人挺难崩的。而且拍照系统评分也有问题，不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啊，我去相关游戏社区看了一下，有非常多的玩家都在吐槽这个评分系统的标准非常迷。既然说到了拍照，那么各类服装就是绕不过去的一环了。虽然剧组的衣服含量并不少，但就我个人的审美而言，建模精细度的上升并没有掩盖服装设计水平的下降。就比如预购豪华版赠送的那套旗袍套装，这就让拍照欲望又下降了一大截啊，而且还让我没有解锁其他服装的动力了。还有不能让女角色们摆姿势什么的就不赘述了。总之作为一款拍照游戏，我认为都是不合格的，不如剑心和无限暖暖啊。其次是这游戏作为一款卖角色与服装的游戏，建模做的也很怪，确实是比前作精致了，但是角色们的脸就是很怪，或者说是不协调，而且口型和语音也对不上。作为业界知名素材啊，本作在演出方面，我个人认为也逊色于系列前作。首先就是碍于玩法因素，女主角们完全没有前作中的一些过于刺激的场景，就比如攀岩、打排球、游泳之类的，就挺清汤寡水的。另外，这种卖角色的粉丝向游戏，本作居然没有高人气角色玛丽罗斯，甚至看板娘霞都没出现啊！我感觉光荣是要后续卖角色 DLC 了，本体已经卖了298了，我感觉吃相有点太难看了吧。当然本作呢也不是一无是处啊，作为业界有名的素材，其实在卖福利这块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就比如每章结束时，新加入的女主角都会找借口让玩家去观摩她新买的泳装，然后你可以趁机拍照。但还是那句话，过了这段剧情，泳衣并不会加入到你的衣柜，你最好趁现在拍个够，因为过时不候呢。其次就是当进入了训练环节，最终会给你一个福利镜头，让你大饱眼福。不得不说还是挺会的。总之，本作我认为连个合格的粉丝向游戏都算不上，不仅玩法毫无乐趣，拍照都拍不爽，甚至一些经典角色都没有登场。我已经见到不止一个系列粉丝老哥出来骂了。对此我的评价是6分，顶级素材不假，但口味极其寡淡，甚至连粉丝都没有服务好呢。